家好，很开心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希望大家能够专注的听，认真的发心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显示何等菩提伽罗因缘和境。请大家翻开广论354页，倒数第一行，善巧所缘，为何菩提伽罗之所勤修？亦如协利伐多问经云：协利伐多，若有比丘勤修观行，是于切师若于一切诸行自相，或于我有情命者生者能养育者菩提伽罗世，应于运善巧安住其心。若于其因，应于戒善巧；若于其缘，应于处善巧；若于无常苦空无我，应于缘起处非处善巧安住其心。此无所缘，正灭愚痴。看一下这一段呢，说哪一种菩提伽罗要精勤的于善巧所缘呢？这个也就如同协利伐多请问经这里边所说的，说在这部经里呢，佛陀就告诉长老协利伐多说，行持于切的比丘于切师啊，如果对于一切诸行的自相完全的愚昧，或者对于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与菩提伽罗世完全蒙昧，内心呢要投注于运善巧。那么什么是诸行的自相呢？然后这里的行呢是指有为法，有为法与无常是同义的吗？是同义的。诸行的自相就是指有为法之上的特征。举个例子来说呢，有为法之上因缘所生的这个体性、坏灭的体性等等。那么因缘所生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的，因缘聚合，有为法才能够升起。如果因缘不聚合的话呢，有为法是无法升起的。比如说好的橡树的种子，就是橡树的因。除了这个橡树的种子之外呢，还要有土啊、土壤啊，有阳光啊、雨水啊，这些都具足了，才能这个种子才能长成一棵大橡树。所以呢，橡树呢是什么呀？是不是因缘所生法？对，是因缘所生法。那么有为法之上坏灭的体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无常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。比如人还有很多的动物啊，从出生的那一刹那起就刹那刹那生灭。我们的身心呢都刹那刹那不断的改变，因为刹那刹那不断生灭之后才会出现老死。老死呢是粗分的无常，我们一般人这个都是看得到的。但是粗分无常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就是它源于细分的无常。那细分无常源于什么呀？源于无明。无明有很多种，那么是源于哪一种无明呢？就是指执着诸法有自性的这个无明。这个无明呢，就是生老病死的根本。因为执着诸法有自性，所以我们为业惑所自在，有遍及三界的这个行苦。行苦不破，生死不出啊！所以呢，要学习空性，对付行苦，对付无明，消除无常的苦性，然后极大的增广无常法上的什么呀？乐性。无常法还有乐性，所以一直努力，直到呢证得一切智智。
那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佛陀的色身是无常法吗？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？说虽然佛陀的色身也是无常法，但是不是生死所摄的，是悲智力圆融的功德的体现。说佛陀对坐禅第一的长老悉利伐多说，行持于且的比丘于且师，如果于这里边出现了于字，这个于是不了解或者颠倒了解，那么是对什么不了解或颠倒了解呢？就说是一切诸行自相我有情命者生者能养育者普特伽罗是，就是对于无常的特征我有情命者生者能养育者普特伽罗是都不了解。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应于运善巧安住其心，内心呢要投注于运善巧。在后面的比波舍那开头四家合注里边有解释说，像我有情命者生者能养育者，这些呢都是与普特伽罗同意的。那么什么是普特伽罗是啊？这里的普特伽罗是呢，月格西解释说是普特伽罗的体性，这个是呢就是体性的意思。那么如果呢对于因完全蒙昧，内心要投注于戒善巧，注意投注于戒善巧。透过学习18戒，我们能够知道心识升起的因，由于所取境的6戒所依根6戒，才能够升起能依识6戒。如果对于缘完全愚昧，那么内心要投注于什么呀？投注于处善巧。好，透过学习12处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心识升起的缘。由于呢外在的6处与内在的6处能升起心识，如果对于无常苦无我完全的愚昧，内心要投注于什么呀？内心要投注于缘起善巧即处与非处。所以透过学习缘起呢，我们能够了知诸法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无我的。有没有发现这5种所缘主要是遮止什么的？遮止愚痴，遮止愚昧。所以呢对于不同的法愚昧，就要让我们的心呢投注于不同的所缘。这就是呢哪一种普特伽罗要圆哪一种善巧所缘。我们今天呢就学到这里，有认真听吧。对，我们要一起学下去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就先到这里。